大家好，我是萨姐。想要这款牛奶甜面包既松软又不容易老化，面团里放入面种是最简单和健康的方法。今天也会教大家如何换算加入了面种之后煮面团材料的计算方法。今天做的面种是波兰种，常温水把酵母融化，和面粉搅匀。拿一个基础面团的方子举例，如果加入了波兰种，那么煮面团配方就要把波兰种所用的材料减去，其中牛奶和水的比例大约是 1:1:1。波兰种常温下发酵1个小时左右，可以直接使用或者冷藏发酵，过夜后再用。用刚才教的方法计算出煮面团所需要的材料分量，依次加入。夏天的话，液体材料尽量冷藏，这样可以避免揉面过程中面团开始发酵。鸡蛋液留一点备用。牛奶的用量要根据面粉的吸水情况进行调整。揉到可以拉出这样的粗膜，加入室温软化的黄油，继续搅拌。搅拌到拉出轻薄的膜，捅破的话，洞的边缘也是光滑的。揉好的面团表面光滑不粘手，碗里喷点油防粘，盖上保鲜膜，温暖的环境下进行基础发酵，差不多2倍大。发酵好的面团分成12份，每份大约43克。搓圆，盖上保鲜膜，松弛15分钟。取一块面团，光滑面朝下，拍压排气，擀成一个长方形。一边碾薄，卷成一小条。继续松弛10分钟。松弛后的面团不需要费力就能搓得很长。搓成中间粗一点，两边稍细一点，3条为一组。编成一个麻花辫。烤盘上垫上油纸，面团之间留足够的空间，放入35度、湿度 75% 左右的烤箱里进行第2次的发酵。放满热水或者喷水来增加内部的湿度，发酵50到60分钟。等面团发酵的时候，和小猫咪玩一下，放松放松。发酵好的面团表面刷一层鸡蛋和牛奶的混合液，撒上杏仁片和糖粉。入炉烘烤前的面团表面应该很光滑，轻按会慢慢的回弹。然后预热烤箱至170度，放入预热好的烤箱中下层170度烤至18分钟。取出之后放在架子上，撒点糖粉，放凉。这款牛奶甜面包由于加入了波兰种，面包更加的柔软，不容易老化，放上2到3天依然好松软。大家喜欢的话，不妨在家试试做起来。离开前千万别忘了订阅、点赞和转发，也可以视频下方留言。我们下集再见。